老黑来对中了100万大奖的彩票，没想到店员不由分说的耍无赖，污蔑他是拿铅笔修改了奖券号码。老黑气得当即拿枪抵在彩票上，顿时给店员吓得不敢吱声。就在双方陷入僵局之际，突然一个白人站了出来，他一开口就说自己愿意出钱买这张彩票。Stupid ass white boy in $2,000 suit gets capped trying to be a hero. News at 11. That's what you want to see? You want to see cash up in here? You want me to set it, son? Do you want to die? 此时的老黑并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当今纽约市的首富 Jack， 就是那位传说中的靠着投资白手起家的华尔街之狼。Jack 的资产数不胜数，每天除了打理公司 ，Jack 要做的就只有享受生活。他的高定西装一天一换，每天晚上陪伴的娘们也是从不重样。但此时的 Jack 还没意识到，就因为自己的好心和这个老黑做了一笔交易，他的人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老黑迟疑了一会儿之后，便把奖券卖给 Jack。怎料就在两人完成交易分别之时，老黑突然说了一些不明所以的话。You just remember that you did this, Jack, okay? You brought this on yourself. Merry Christmas. 不过很快 Jack 就把这件事抛之脑后，毕竟身为富豪的他不可能再会为什么事苦恼了。然而就在他躺上床上准备睡觉时，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女人凭空出现在眼巴前。10 more minutes, Jack.Jack 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结果下一秒，两个孩子就带着 dog 一起来到了床边。Jack 这才意识到，自己现在并不是在自己富丽堂皇的家中，而是身处一个陌生的环境。周围的嘈杂让 Jack 一时难以接受，他还以为自己昨晚什么他妈喝断片了，留宿到自己初恋 Carter 家里。惊慌失措的他赶忙套上衣服出门，接着便一路开车来到纽约，回到自己的公寓楼下。不料就在 Jack 准备回家时，保安却拦住他的去路。Jack 还以为跟自己开玩笑呢，便随手拉来了自己的邻居，想让对方作证。但邻居不仅把他数落了一顿，还把 Jack 误认为是无理取闹的流浪汉。Let's get you some help. Surely there's a shelter somewhere in the city. A shelter? Are you smacked out of your head? I'm the richest man in this building. I got twice the square footage you have. 可不管 Jack 再怎么闹，保安始终不同意放行。无奈他只能再次来到自己公司求证。哪知这里每一个人都不认识他，并且在公司的介绍里 ，Jack 赫然发现董事长的名字变成了自己的助理。偏偏就在这时 ，Jack 还发现昨晚那个老黑开着自己的法拉利在街上乱逛，而老黑此时也认出了 Jack， 赶忙让他坐上副驾，接着便告诉他这是一场人生新体验，就是为了奖励他昨晚的见义勇为。Jack 一听顿时气急眼了，质问黑人需要花多少钱才能把这场噩梦结束。可黑人却告诉他，这并非是钱能解决的，需要 Jack 自己用心去体验。无家可归的 Jack 不得不重新回到郊区的家里，看着一脸焦急的妻子 Carter，Jack 一时有点懵逼，不知道说啥。毕竟就在13年前 ，Jack 为了追求自己的事业，向 Carter 提出了分手。Jack 本想把自己被黑人施法体验人生的事告诉他，奈何没一个人相信他说的屁。为了不被送进精神病院 ，Jack 只好临场发挥，假装自己一切如故。当他看到衣柜里的廉价衣服时，内心属实难以接受。但为了不留在家看孩子，他还是选择换身打扮去参加圣诞 party。Jack 凭借着自己的高情商，勉强的把宴会应付了过去。可等到晚上睡觉时，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Carter， 只能等到 Carter 睡着之后，再换上睡衣睡觉。怎料第二天，噩梦再次降临，婴儿的啼哭声将 Jack 吵醒。他对照顾孩子这块简直一窍不通，啥也不懂。换尿布呢，汗就跟尿是滑滑的。而 Jack 如此不正常的举动，全被女儿看在眼里。女儿立马推断出他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好在女儿年纪尚小，把 Jack 当成了乔装打扮的外星人。Do you like kids? On a case-by-case basis. Do you know how to make chocolate milk? I think I could figure it out. Promise you won't kidnap me and my brother and plant stuff in our brains? Sure. Welcome to Earth. 在女儿的帮助下 ，Jack 简单的了解了自己每天要做的事儿。早起，他要送小儿子去育儿所，接着再送女儿去上学，最后会上轮胎店去上班。幸好他的工作不是一名普通的轮胎推销员，身为主管的他还拥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怎料刚坐下凳子，他就翻到了一沓密密麻麻的债务单。Jack 一看，这个时空的自己过得不怎么地呀。又熬过一天之后 ，Jack 便躺在床上看起了电视。就在这时 ，Carter 兴高采烈地走了进来，他想和 Jack 增进一些夫妻感情。一开始 ，Jack 是难以抗拒的，毕竟 Carter 一直是他心中的白月光。God, you're beautiful. Thanks, Jack. I'm serious. This is good stuff. I want you to keep this up. You were always a very pretty girl in college. There's no question about that. But this, you've really grown into a beautiful woman. How can you do that? What? Look at me like you haven't seen me every day for the last 13 years. 可 Carter 的一番话却让 Jack 恢复了理智，他的内心依旧充满愧疚。于是 Carter 前去换衣服时 ，Jack 赶忙装作睡着的样子。第二天 ，Jack 来到高档服装店试衣服，他一眼就看上了眼前这套西装，但妻子看了一眼标签上的价，就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可就在妻子哄着男人想让他把衣服脱下来一起去买蛋糕时，男人的情绪再也控制不住了。要知道，他之前可是纽约首富，区$2000多对他来说还不够他们一顿饭的。Do you have any idea what my life is like?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covered in dog slime. I drop the kids off,
spend 8 hours selling tires retail, get 6 hours of sleep if I'm lucky, and then everything starts all over again. So what's in it for me? You know, it's sad to hear that your life is such a disappointment to you.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Jack 已经过惯了挥霍无度的成功生活，他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精打细算的苦日子，于是把一切罪责都怪到了凯特头上。如果当初他抛弃凯特去纽约发展，那么一切都会截然不同。Who are you? All right, look, I'm sorry. I'm sorry I was such a saint before, and I'm such a prick now. But maybe I'm just not the same guy that I was when we got married. You know what? Maybe you're not. Because the Jack Campbell I married would not need a $2,400 suit to feel better about his life. 俩人就这样呜嗷大吵了一架。为了发泄情绪 ，Jack 来到保龄球馆泄愤。很快，他就看上了一个 sexy 辣妹，而辣妹也早已暗恋 Jack 多时。她甚至邀请 Jack 趁着自己老公出差时到家里坐一坐。为了拿到辣妹家的地址 ，Jack 只找到好友。而当好友得知 Jack 要搞婚外情时，对他大失所望。There isn't a guy in Union County who won't give his left nut to be with Kate, all right? She's amazing and you're gonna fuck it up. Just think about that, all right?的确，凯特是个非常善解人意的妻子。即使俩人大吵一架，在杰克回家时，凯特仍然愿意和他在楼梯间闹着玩。眼看着俩人就要更进一步，凯特却希望杰克对自己说一直以来最想听的话。然而杰克却不记得那种东西，他只能说自己以前最爱说的。You're a bad girl, baby. You make me so hot. 不出所料，杰克一句话破坏了所有的氛围。闷闷不乐的杰克只好坐在客厅里看起直言的光碟。也就在这时，杰克看到自己之前对凯特告白的视频。虽然在他看起来场面非常尬，但不知为何他竟逐渐眼含热泪。之前他一门心思扑在事业上，没想到有朝一日也能拥有如此和睦的家庭。然而没等杰克想好如何跟凯特道歉，第二天早上凯特就准备了一份大礼。他费尽心思在店里买到了杰克之前看上的那套西装。如此用心的凯特不仅令杰克感到心动，可他根本不记得今天是俩人的结婚纪念日。好在有女儿的提醒，到了晚上Jack 带着 Carter 来到心心念念的高档餐厅吃饭。We'll have the terrine of quail breasts with shiitake mushrooms to start, then the veal medallions and raspberry truffle sauce, and the sea scallops with pureed artichoke heart. Very good, sir. And may I say those are all excellent selections. Also, we'll have a bottle of Lafite, 82. Honey, what's an $800 bottle of wine? We'll just have some red wine.By the glass. Jack 凭借自己超高智商成功挽回了凯特的感情，他也在一次次的接触中习惯了这种幸福且充实的生活。但令 Jack 意想不到的是，正当他在超市采购柴米油盐时，那个老黑儿再次出现在眼巴前。Jack 知道自己的体验即将结束，他不希望自己离开，不过体验毕竟只是体验。Jack 无可奈何，只好挨个和孩子们以及凯特告了别。他本想强撑着精神不愿睡去，谁料在睁眼时已经回到了现实世界。Jack 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驱车来到他们家寻找凯特，哪知这里根本没有俩人居住过的痕迹。Jack 也在这时顿悟，一切都是一场梦境。可是梦境太过真实，已经完全适应了那种有爱人陪伴的生活。孤独的他不得不借酒消愁。好在一次走访时，他和凯特重逢了。此时凯特已经是一位大律师，他即将搬到巴黎工作。在见到 Jack 之后，他也只是打了个照面，紧忙忙活起自己的事儿。Jack 见状本想放弃，结果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于是在经过心理思想斗争之后， Jack 马不停蹄地冲到机场，对凯特进行深情挽留。Maybe it was all just a dream. Maybe I went to bed one lonely night in December and I imagined it all, but I swear, nothing's ever felt more real. And if you get on that plane right now, we'll disappear forever. I know we could both go on with our lives, and we'd both be fine. But I've seen what we could be like together. And I choose us.幸运的是，这么多年凯特也没有放弃杰克。最终，他被浪子回头的杰克所打动，有情人终成眷属。其实，真正的幸福并非取决于金钱和地位，而是源于家庭和亲情。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我们应该更珍视家庭关系，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过上真正哇塞有幸福的小生活呀！嘿嘿嘿。